开核动力飞机去搞自杀式攻击。加乌吉设定解析：吉翁空军制霸天空的钢铁巨兽，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0集卡尔玛之死。加乌吉航天母机也称为加乌吉运输轰炸机，是吉翁为了适应在地球上与联邦军作战而专门开发的一款大型空中作战平台。该型飞机全长将近150米，翼展有260米，机体高度则超过了72米。这个高度已经比20层大楼还要高，这对应到体积大小，加乌吉的体积相当于是大型喷气式运输机的几十倍，并且得益于加乌吉采用了一身融合的结构方式，使得加乌吉内部空间的容量变得十分庞大，不但让加乌吉有足够的空间设立机库容纳8架多普战机，而且还能配套起降设施用于支持多普战机作战。为此，在机身左右两侧位置设置了2个用于放飞多普战机的出舱口，同时在起飞轨道上设置有弹射器，这样就能像航空母舰那样快速完成舰载机的放飞。而在回收舰载机方面也与航空母舰有些类似，只要打开加乌吉底下的货舱门，就可以让舰载机在引导设备的辅助下完成回收。包括吉翁的小姆塞航天飞机也能在突入大气层后，也是这样降落到加乌吉的货舱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空军4架战机为一个中队的编制来看，能搭载8架多普战机的加乌吉，相当于是具备了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倘若吉翁要对联邦军发起大规模级别的战役，只要吉翁增加投入加乌吉的数量，就能组成完整的空军飞行联队参加作战。而且加乌吉比航空母舰更有优势的地方是，加乌吉基本不受海洋范围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加上自身有18台核能喷射引擎作为近乎无限的动力，使得加乌吉在空中就能做到跟航母一样的长时间作战部署，从而让自身对机场设施的高要求变得不那么突出，只需战区级别以上设有一座高规格的机场即可。而且加乌吉除了具备航空母舰的能力之外，拥有货舱的加乌吉还具备有运输机的能力，一次可装载3架机动战士出击作战，并且为了方便加乌吉进行空降作战，在货舱的正面也设置了舱门，以便机动战士快速出舱降落到地面，也避免了对后舱门的起降运作造成干扰。虽然机动战士有装甲提供防护，但面对联邦军强大的防空火力，执行空降作战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而且加乌吉在进行空降时，飞行速度会降至100千米每小时左右，很容易在进行空降的过程中遭到敌方的攻击。为此，吉翁在加乌吉上配备了多款武装，使其拥有自卫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敌攻击的能力。这其中，在机翼出舱口位置就各安装了一个导弹发射装置，其主要作用是在一定的距离对敌发起火力打击，以便提前消除掉各种威胁，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在加乌吉两侧机翼和顶部位置一共内置了3座双管麦格粒子炮，该炮不但火力强，而且射速很快，主要用来跟导弹一起发挥对地打击的作用。如果有必要，在加乌吉上还有数门近防机炮，可以跟麦格粒子炮组合攻击去发挥防空作用，而且组合后的攻击力十分强大，使得敌军不太容易靠近，给加乌吉造成威胁。可以说，无论是在攻击端还是防守端，加乌吉所具备的武力可谓是十分的强大。而且机体腹部还是有弹仓，其装弹量也是相当的庞大，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地毯式轰炸。虽然轰炸场面看起来非常壮观，但是作战效能比导弹要低很多，所以一般情况是用来发挥特定战术作用。而除了以上这些作战能力之外，加乌吉还具有指挥机的功能，能够支持战区级别的指挥官率领己方部队进行作战，因此加乌吉的驾驶舱空间就比较宽敞，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在驾驶席后方专门设置了指挥官位置，方便指挥官进行指挥作战。由此可见，加乌吉其实是吉翁为在地球上作战打造的综合作战平台。尽管加乌吉作为平台还不足够成熟，但吉翁围绕加乌吉这个平台，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不过加乌吉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那就是气动设计跟多普战机一样简单粗暴，都是为了紧急应对吉翁地球作战需求，在没有相关经验而去靠计算机模拟辅助开发出来的装备，所以加乌吉气动外形所提供的升力极其有限，大部分升力要靠18台发动机提供的推力才能维持飞行。当然，这18台发动机提供的推力十分强劲，即使在战斗中被击中，损失了一部分升力也不会坠毁。而第二个不足就是加乌吉的操纵系统也存在设计缺陷，其在空中飞行时的操纵看上去就像是在操纵舰船一般，连操纵尾翼左右转向都让飞行员觉得极其困难。相比于那些被调侃为空中健身房的老式大型作战飞机，
加乌吉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存在。当然，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阻挡加乌吉成为吉翁的核心装备。像卡尔马扎比在空降地球北美地区之后，也是依托加乌吉去跟联邦军和当地游击队进行各种作战，这才让吉翁的北美战区进入到稳定状态。而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卡尔马扎比还在当地与前纽约市市长的女儿发展成了恋人关系。不过由于卡尔马扎比是吉翁公国领袖的小儿子，而前纽约市市长约瑟夫艾申巴哈则对吉翁抱有十分强烈的敌意，因此十分反对自己的女儿与卡尔马扎比相恋。但这并不能让他的女儿就此改变心意，他和卡尔马扎比早就暗下决心，如果不顺利就会放弃一切，选择私奔。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白色基地闯入北美地区后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卡尔马扎比一直怀揣着向家族证明实力的决心，在奔赴前线后积极给自己建立军功。现在白色基地闯入了他所负责的战区，由此让他得到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虽然开始几次围堵白色基地的作战均以失败告终，让一度险些丧命的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仍继续寻找机会打败白色基地来获取建立功勋的机会。于是很快他就再次迎来了围堵白色基地的机会，也就是在白色基地进入到了一座因战火成为废墟的城市时，卡尔马扎比便率领吉翁主力部队按照已制定好的计划，趁着白色基地还没有进入到联邦军实控区域，在这个已成为废墟的城市里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不过一开始白色基地选择了避开战斗，隐藏在大型球馆当中寻找突破吉翁封锁的良机。而吉翁在使用照明弹仍没有找到白色基地的踪迹之后，卡尔马扎比便采取了夏亚的提议，通过对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来逼迫白色基地出现。然而吉翁的加乌吉在进行一番狂轰滥炸之后，还是没能成功发现联邦军白色基地的所在位置。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卡尔马扎比决定在地面展开搜索。而这时夏亚就很敏锐地察觉到了机会，马上提议搜索工作由他率领机动战士部队负责。结果他一出击就遭遇到了阿姆罗驾驶的高达，在与其进行激烈的战斗之后，夏亚很快就看出了联邦军白色基地的作战计划，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向卡尔马扎比传递错误的信息，使其落入到白色基地设置的圈套当中。就这样，在吉翁飞越过白色基地隐藏的球馆那一刻，马上白色基地和钢加农钢坦克就集中火力对其进行攻击，直接在背后以高密度且连续的方式给予了卡尔马扎比率领的吉翁军队毁灭性的打击。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夏亚向卡尔马扎比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卡尔马扎比这才明白自己遭到了夏亚的算计。紧接着他便发疯似的亲自驾驶加乌吉，直接调转加乌吉的飞行方向，去向白色基地发起了自杀式攻击。所幸还没有撞上白色基地，加乌吉自己就先炸成了碎片，没有让卡尔马扎比发起的自杀式攻击得逞。最终这场战斗便以卡尔马扎比的阵亡而结束。